司马迁的史记之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：皇陵地宫中汇聚着数百吨水银，秦始皇安卧于青铜棺椁之内，日夜不停地巡视着他的地下王国，两侧数万兵勇整齐排列，守护着始皇帝。这段记载可谓是迄今为止对于秦始皇陵最为详尽的描述。为了对这一说法加以证实，我国启动了863计划，其核心任务便是借助现代科学手段去勘探皇陵之下的具体构造。然而让专家们意想不到的是，在厚达数十米的封土之下，竟然发现了一座高达9层的高塔。以下是考古专家针对此建筑的具体描述。经过判断钻探以后呢，就发现呢，就是一共呈9个台阶，而且这9个台阶基本上是一个规格的，高度一个台阶一个高度之间呢就是不到3米，所以我们判断它实际上就是一个9层高的一个高台建筑。对于这座9层高塔，众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。有人认为这是秦始皇灵魂的栖息地，有人觉得这是当年进行祭祀的，还有人说它像极了传说中的9层妖塔，其用途是秦始皇为追求长生而建造的。更有人提出，秦始皇的青铜棺椁就放置在高塔的最顶端，每日都在这里巡视着他的地下王朝。今日就让巴林为大家详细的揭开秦始皇陵9层高塔这1000年未解之谜。让我们将时间回溯到公元前221年，嬴政成为了华夏大地上首位实现大一统的帝王，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。秦始皇的后半生对长生不老之术极为痴迷，在各个方面都致力于追求不死不灭，因而他的陵墓自然也被视为重中之重。为了修建这座陵墓，前后动用了多达72万的劳工，历经38年方才建成。整个陵区的面积大约相当于78个故宫。在1962年的时候，我国的考古工作者搭乘飞机成功绘制出了首张秦始皇陵的平面图。到了1974年，临潼县的村民偶然间挖掘出了秦兵马俑，从这时候起，人们才开始逐步知晓在2000多年前秦始皇真正的想法。原来他不单期望长生不老之法，甚至还企图死后在冥界继续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。司马迁曾继续说，封土之下存有地宫，于这地宫之中有着由水银构成的山川湖海的布置，宫弩被安设在穹顶处，以阻挡盗墓者的侵袭，而两边则是由金鱼油制成的长明灯。皇帝躺在青铜棺椁里，漂浮于水银之上，日夜不停歇地巡查着他的冥界帝国。在2003年，国家开启了863计划，专家们依靠先进的遥感和探雾技术，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：由于秦始皇陵周边土壤的汞含量极度超标，甚至在某些区域更是超出标准上万倍。专家们觉得这是因为地宫内部的水银挥发所导致的。更为奇特的是，汞异常的强弱变化极大。难道说地宫内的水银历经2000多年依旧在流动吗？专家们认为，在秦始皇陵内存有大量水银是极有道理的。首先，水银能够让陪葬品以及尸体长久地保持不腐；其次，水银挥发所产生的气体具有剧烈毒性，能够有效地阻止后世的盗墓者。然而，在专家进一步展开探测时，一件超乎想象的事情发生。当人们在进行取样之时，竟然发现了一层极为特殊的夯土。这层夯土跟其他的土层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异，这使得专家们陷入了困惑中。为了能够获取到更多的信息，只能够选择在多个区域实施样本采集，而采集样所运用的工具便是声名远扬的洛阳铲。就这样1个月的时间，一个极具爆炸性的消息传来，原来在秦始皇陵的封土之下，居然隐匿着一座9层的高塔，每层的高度约莫为3米上下，其顶部和底座皆呈四方形的模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秦始皇陵究竟为何要修筑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建筑物呢？不管从何种角度去看，这好像都不合理。其一，修建的难度甚高；其二，对排水极为不利；其三，目标太过惹眼，容易被盗墓贼察觉；其四，这种造型的建筑与清朝时期的风格全然不符。为了解开这个问题，专家们只有再度去钻研古籍。可4年的时光已然过去，却仍旧毫无所获。其缘由也颇为简单，毕竟秦始皇对于陵墓的保密要求极度严苛，在建成之后，更是将劳工以及工程师全部赐死，故而后世对于秦始皇陵的构造近乎无人知晓，致使专家们也仅能大致的进行推测。这座9层高塔的用途大致有3个，其一可能是用于供奉秦始皇的青铜棺椁，其二或许是作为秦始皇灵魂出游的登高之所，其三可能是秦始皇为追求长生而修筑的场地。但截止到目前，由于秦始皇陵尚未真正开启挖掘，所以不管是地宫还是9层高塔，依旧是历经1000年的未解之谜。